老朋友们，我知道你今天打开这支影片是在做什么。你刚刚算完今天吃了多少卡路里，你站在镜子前捏着腰上那一圈肉，心里默默叹气。但你听我劝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这个世界天天在跟你说，瘦才是美，瘦才是对，瘦才是你负责任的证明。从早到晚满屏都是减肥药、代餐粉、健身教练。一个人只要身上多几两肉，就好像人生失败了，毫无自律可言。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跟这个世界的声音完全相反。你听好了，人过50，身上某些地方的肉，你减掉1两，就是在亲手送走你自己晚年的财库。这不是安慰，不是迷信，这是中医面相学和传统体相学沉淀了几千年的智慧，是老祖宗拿一代代人用命看出来的因果规律。我今天要把这个规律说清楚，说透彻，让每一位中年朋友从此放下那份无谓的焦虑，安安稳稳接住老天赐给你的福分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现在就点一下订阅按钮，打开小铃铛。这个频道从不讲让你焦虑的废话，只讲真正能帮你安住下半生的智慧。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参悟。好，老朋友，走。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人不管多大年纪，天天都在喊要减肥。40岁的人要减，50岁的人要减，60岁的人甚至也在群组里互传各种老年版轻断食食谱。很多过了50岁的朋友看着自己微微发福的肚子、圆润的下巴，心里焦虑的不行，觉得这是岁月的惩罚，是自己不够自律的证据。于是跟着年轻人去节食，吃减肥药，喝排毒茶，把自己折腾得面黄肌瘦，头晕眼花，气色差得像老了10岁。我看到这种现象，心里非常不忍。这不是在爱护自己，这是在跟老天爷对着干。年轻人追求清瘦的线条，那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，无可厚非。但今天我要提醒所有步入中年的朋友，人过50千万不要随便减肥。我不是叫你破罐破摔，不是叫你胡吃海喝，我说的是在中医和传统体相学里，中年以后在某些特定部位长出来的肉根本不是累赘，那是老天爷赏给你的福气，是你半生辛苦修来的财富。古人讲厚德载物这4个字，不只是说精神层面的厚重，他说的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状态承载力。到了下半生，如果你的身体薄得像一张纸，你是载不住晚年的财气和儿孙福气。一艘大船要有足够的重量才能压得住风浪，一个人要有足够的厚度才能兜得住命运的馈赠。今天我就把这道理讲清楚。身上哪3个部位的肉绝对不能减，而且还要好好养着。在我们深入之前，我想问问在座的老朋友，你现在最焦虑的是身上哪个部位？是小腹、下巴还是背部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就说我的肉在哪里，让我知道你此刻的感受。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你最真实的心声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正题。第一处不能减的肉是下巴。很多中年朋友，尤其是女性，最介意的就是双下巴，觉得脸显老、显胖、显懈怠。现在医美市场上什么瘦脸针、溶脂针，全都冲着双下巴去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但我每次听到这个，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惋惜，因为在传统面相学里，下巴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名字，叫地格。地代表大地，代表根基；格代表承载，代表庇护之所。地格就是一个人
晚年命运的地基。面相学有一句千古流传的口诀，叫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天庭说的是额头，关乎一个人的早年运势；地阁说的是下巴，关乎的是晚年的根基是否稳固，生活是否安康，儿女是否能承欢膝下。你看历史上那些有福之人的画像，无论是古代的帝王将相，还是民间流传的福禄寿三星，哪一个不是面容圆润、下巴丰满的？那叫帝王之相，那叫万年根基。而面相学里有一句话叫下尖如锥，晚景难封，说的就是下巴过于尖薄的人，晚年根基不稳，难以聚住福气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几千年人相观察积累出来的规律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下巴这个部位是任脉的终点，也是肾经的反射区。肾为先天之本，主长筋、主骨、主生命力的根本。中年以后，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开始丰满圆润，说明他的肾气充足，肾精未曾过度耗损，说明他这半生虽然辛苦，但并未伤及根本。这样的人到了老年，骨骼健朗，精力尚存，能够安享晚年，而更深一层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因果层面的理解。下巴长肉在因果的维度上代表着什么？代表你这个人对很多事情开始能够看开，能够放下。年轻的时候我们棱角分明，锋芒毕露，见不得一点委屈，容不下一点不公平。那时候的脸是清瘦的、紧绷的，带着一种防御性的张力。但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，你见过生死，扛过风雨，送别过至亲，也原谅了曾经深深伤害你的人，你的心变宽了，你的气变沉了。这种内在的转化，就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你的脸上，那就是下巴的丰盈与圆润。那是你人生阅历的勋章，那是老天爷给你的晚年安家费。你若硬要把这份安家费打掉，那便真是舍本逐末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第二处不能减的肉是腰腹。说到小腹，这大概是中年人最深的心头之痛了。很多老坐下去的时候，感觉肚子上叠出了几层，站起来的时候裤头好像又紧了一点，心里那个焦虑每天如影随形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焦虑的这个小腹，在传统相学与中医的语境里，有一个让人豁然开朗的名字，叫腹满仓。腰腹是人体的核心中枢，在中医里，脾胃居于中焦，是后天之本，是气血生化的源头。一个人脾胃好，气血足，运化有力，腰腹自然会有一定的厚度与充实感。这不是病，这是生命力的象征。古人说的腰缠万贯，说的不只是腰带上挂着钱袋子，更深的意思是，一个人的腰腹有分量，才能藏得住财富，让财气在你身边安稳驻扎，不轻易流失。你看那些真正做成了大事业的人，管男女，很少有人是腰腹扁平如搓衣板的。历史上的大商人、大政治家，画像里的形象往往都是体态丰活，腰腹有肉。民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，叫将军肚，聚财气。这不是在嘲笑人，这是在描述一种命格的形态。一个人只有在心里装得下足够多的事情，足够多的人，足够多的委屈，他的身体才会以这种方式回应。腰腹有肉，说明你能撑船了。这个撑船说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一个人要能够包容，要能够在各种不公、各种算计面前依然保持从容，依然继续前行，这需要何等巨大的气度。而这种气度不是天生的，
是用半生的眼泪和委屈磨出来的。腰腹上长出的那一层肉，正是你包容力、承受力、生命厚度不断增长的外在印记。第三处不能减的肉是背部，这一点很多女性朋友可能最难接受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背部变厚了，肩膀变圆润了，穿衣服时感觉整个背影都壮了，甚至有些朋友开始自嘲，说自己虎背熊腰，觉得失去了柔美。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背部在传统相学和能量学里代表着什么吗？背部代表的是靠山，这不是比喻，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身体地图。一个人的背部是否厚实有力，直接对应着他在人生中的支撑力与后盾。他是否有人在背后撑着他？他是否有足够的能量去承担重任？他是否是别人眼中可以依靠的大树？个后背厚实的人，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稳，是可靠，是让人想要靠近的安全感。从中医的角度，背部是督脉所在之地，督脉主一身之阳气，是人体阳气的总司令。背部肌肉丰厚，说明这个人阳气充足，生命力强健，不容易被外邪侵入，不容易在风雨面前轻易倒下。而从因果的角度，我更想说的是，中年以后背部为什么会变厚？因为你扛过来了，你扛过了年轻时的贫穷，扛过了婚姻里的误解与争吵，扛过了孩子让你担惊受怕的那些年，扛过了父母老去、至亲离世的痛彻心扉，扛过了事业的起伏与人情的冷暖。每一次你咬牙把一个沉甸甸的担子扛在肩上，你的背就厚实了一分。那背上的每一两肉，都是你人生战场上打下来的勋章，是你成为全家人大树所付出的代价。民间有一句话叫背后生肉，福气跟着走。一个背部丰厚的人，护得住家，护得住财，护得住儿孙。哪怕一生清贫，到了晚年，家里的气场也是稳定的，人心是向心的，子女不容易散，人缘不容易薄。所以下次照镜子，看到自己后背厚了，肩膀圆了，请不要叹气，请在心里默默说一句谢谢。这半生的风雨，让我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。讲到这里，我知道一定会有老朋友心里冒出一个问题，你说身上有肉是好事，那是不是代表我可以从此放开来吃，吃成什么样都无所谓，反正都是福报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问得非常关键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说清楚，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，那样反而辜负了老祖宗这份智慧。所以现在我要郑重地跟你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，什么叫做福报肉，什么叫做业障肉。这两种肉看起来都是肉，但它们的来路完全不同，它们带来的因果也天差地别。福报肉是怎么长出来的？福报肉是一个人心态平和，规律作息，脾胃调和之后，身体自然呈现出来的圆润与厚重，它是有光泽的，有弹性的，是让人看了觉得舒服，觉得有安全感的那种丰满。你见过那种真正有福气的老人吗？面色红润，眼神清亮，说话不急不躁，走路沉稳有力，身上的肉是结实的、均匀的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从容的气场，那就是福报肉。那是一个人长期保持好心态、好习惯、好睡眠，让身体在最自然的状态下积累出来的生命厚度。它不是撑出来的，不是泡出来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业障肉又是什么？业障肉是一个人因为贪、嗔、痴三毒不断累积，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下，
堆积出来的脂肪与浮肿，它是虚的，是沉重的，是让身体感到疲惫与负担的那种肥胖。暴饮暴食是贪，因情绪不稳定而疯狂进食是嗔，明知不健康却停不下来是痴。这三种状态长期主导一个人的饮食堆积出来的那些肉，在因果的层面上确实是一种业力的显化。业障肉带来的不是福气，而是三高，是疲劳，是精气神的快速消耗。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气血是浊，面色是晦暗，眼神是浑浊，整个人看起来沉甸甸的，但那种沉甸甸不是稳重，而是一种业障缠身的压迫感。所以我今天说的不要随便减肥，说的是不要去消减那些自然长出来的福报肉。我绝不是在鼓励任何人放纵自己，把业障肉越堆越厚。这两者的分辨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的睡眠好吗？你的心情平静吗？你的气色红润吗？你吃东西的时候是真正的享受与滋养，还是焦虑、暴食与麻痹？如果是前者，那你身上的肉就是老天爷的赐予，好好珍惜。如果是后者，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的体重，而是你的心境与生活方式。把这个道理真正听进去的老朋友，心里应该已经开始有一种松动了，那种长久以来因为身材焦虑而压着你的那口气，可以稍稍松开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如何养出真正的晚年大财库。这不是空话，而是3个可以从今天就开始落实的心法。第一步，停止容貌焦虑，学会接纳。我知道这4个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年轻化审美的世界里，电视里、手机里，几乎所有的广告都在告诉你，你要逆龄，你要冻龄，你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。整个社会都在否定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把衰老当成一种失败，把发福当成一种耻辱。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件事，这是商业利益在操控我们的焦虑，让你焦虑，你才会买单，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你才会不断地消费那些宣称能让你变好的产品。这个逻辑你一旦看穿，就会发现自己一直在为别人的利益买单，用自己的身心健康去填满别人的口袋。真正的智慧是把这份能量收回来。从今天起，当你对着镜子看见那个圆润的下巴、微凸的腹部、厚实的肩背，请不要皱眉，请不要叹气，请试着对自己说，这是我这半生走过来的印记，这是岁月给我的礼物，这是老天爷替我储备的晚年底气。接纳不是认命，不是放弃，接纳是一种与自己和解的勇气，是一种让生命能量不再内耗的智慧。当你停止和自己的身体作战，那些原本用来焦虑和对抗的能量，就会自然流向更值得的地方。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精神世界，你的晚年布局。第二步，修一颗厚德载物的心，这才是养出真正福相的根本之道。相由心生，这4个字不是迷信，这是几千年心理学与人相学交汇出来的真理。一个人长期处于什么样的内心状态，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外在形貌。你长期焦虑，眉头就是紧的；你长期怨恨，嘴角就是下垂；你长期计较，眼神就是狭促的。反过来，一个心地宽厚的人，眉眼是舒展的，嘴角是上扬的，整个面貌都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柔和与从容。那如何去修这颗厚德载物的心？第一，
练习不计较。生活里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小事，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委屈，试着问问自己，10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？大多数时候答案是不重要的。既然10年后不重要，那此刻为什么要让它占据你宝贵的心神？放下不是软弱，是看穿了因果之后的从容选择。第二，练习感恩。每天晚上睡前想3件今天值得感谢的事，不管多小，感谢今天吃到了一碗热汤，感谢今天阳光很好，感谢今天身边还有你爱的人。感恩的心会让你的气血流动得更加顺畅，会让你的面貌越来越有光泽，会让你身边的磁场越来越吸引美好的事物靠近，这是千古不变的能量法则。第三，学会给予。中年以后，你会发现紧紧攥着的东西往往是留不住的，而那些你慷慨给出去的，你的时间、你的善意、你的包容，往往会以更大的方式回到你身边，以儿女的孝顺，以朋友的真诚，以晚年生活的丰盈呈现出来。财富从来不是靠抠出来的，是靠厚德流动出来的。第三步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我知道说到这，有些老朋友可能会笑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但简单的事往往是最难做到的。现代人为了减肥，早餐不吃，午餐凑合，晚餐靠意志力压着，不敢动筷，睡前饿得慌了，又忍不住找零食。这样折腾下来，脾胃伤了，气血虚了，觉也没睡好，白天精神涣散，晚上辗转反侧，人越来越憔悴，反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。这条路走错了。中医里有一个说法，叫胃不和则卧不安。脾胃的状态直接影响睡眠的质量。一个脾胃虚弱的人，不仅吸收不了食物的精华，连睡眠都是浅薄而多梦的。长此以往，肾精不足，阳气日衰，整个人的生命力就开始走下坡路。所以把那些减肥的精力拿去好好炖一锅汤，早上吃一顿温热的早餐，让脾胃在一天的开始就得到滋养。中午吃得适量而丰盛，让气血的生化有充足的原料。晚上不要吃太多，让肠胃在夜里能够好好休息，然后早一点放下手机，早一点上床，让身体在深度睡眠里完成每一天的修复与沉淀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法，但它是最符合天道节律的生活方式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3餐规律，起居有时。你顺着这个节律活，天地的能量就会护着你。你逆着这个节律折腾，再贵的补品，再昂贵的医疗，也只是在亡羊补牢，养好你的脾胃，养好你的睡眠，你的下半生自有老天爷为你保驾护航。好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快要收尾了，让我们把今天听到的这一切凝聚成最后一段话，让它深深刻进我们的心里。人到中年，最美的姿态不是瘦骨嶙峋，不是费尽力气维持一个年轻的假象，最美的姿态是历经千帆之后的从容与厚重，是那种一眼望去就让人觉得安稳，觉得可信，觉得温暖的人生质感。你身上的每一两肉都不是偶然来的，那是你化解了多少人生因果之后，老天赐予你的底气，那是你替家人扛过了多少重担之后，命运反馈给你的礼物。不要轻易把它抛弃，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辜负了自己的福报。从今天起，当有人在说你发福了，请你在心里轻轻一笑，告诉自己，我这是在走向我晚年的大财库。智慧的道路上，我们都是行路人。
如果今天这期内容让你心里有了一份久违的安慰，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份新的敬重，请你点一个赞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更多真正有温度、有深度的国学智慧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准时出现。我们在智慧的路上等你。最后，我想请评论区的朋友们一起打出4个字：厚德载物，让这4个字成为我们今天共同立下的心愿，让我们一起稳住气场，接住下半生赐予我们的一切美好。现在，我抛一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，你觉得你身上的哪块肉是你最舍不得减的，或者哪一块是你以前想减？听了今天的话以后，决定好好养着的，请把你的故事、你的感受、你的选择都留在评论区，让更多老朋友一起共鸣，一起前行。